这种弹奏真的有些单调。大家有没有曾经苦恼过，如何将一段简单的和弦进行弹得更加的好听呢？或者是你都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些变化？如果这真的是你的苦恼的话，那么你就来对了地方，因为好消息来了。今天呢，我会分享5种小技巧来提升你的弹奏。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，我先鼓励你一定要看完我今天的这个视频。那么话不多说，开始我们今天的小课程。那么这种第一种的这种技巧呢，就是要换音区。什么是换音区呢？你看我们在很多时候呢，可能弹奏、弹唱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喜欢用低音区啊。你看这样注释和弦的弹奏，你看我弹的现在都是这种3和弦，但是我们也可以用，比如中音区，或者是我们可以用高音区。是不是听起来很宁静的感觉？就像夜晚准备休息的时候，就听一下这样的音乐，就会觉得很舒服，是吧？所以每一个音区呢，其实呢，它都有它的不同的色彩在里面。所以呢，在弹奏的时候呢，我千万不要只是固定在低音区或者中音区，那么就是在适当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去调整。可以在中音区，譬如在歌曲高潮的时候呢，可以换到这个高音区上面去弹奏，那么效果就很不一样。或者是在歌曲的前奏，或者是在结尾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在中音区、高音区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徘徊，那么呢，效果也会很不一样。那么第2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用的一个方法呢，就是在弹奏和弦的时候呢，要适当的用滑音的方式，就 F 和弦。你看我刚才就是很快的这样滑过去，那不仅仅只是用注释和弦。是吧？那么如果经常用注释和弦的话，那么就听起来就比较单调。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如果用滑奏的话，那么效果也会很不一样。特别是如果我们在高音区的时候，是吧？哪怕我只是用这个3和弦，就是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音或者挂留和弦或者其他的这些高级和弦，只是用简单的和弦，你看听起来都已经是非常好听了。这个滑音的技巧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用的。如果大家用这个滑音呢，在你的弹奏上面呢，也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。好，这是第2种的技巧。那么第3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在弹奏里面，哪怕1645啊，或者是453651这样的和弦进行里面呢，去适当的加入这个和弦的这些9音，或者是挂留和弦，或者是这种251和弦进行。F 和弦，你看，如果我用 F9 和弦，或者是 F major 7。就会很不一样，但是呢，在 F 调上面呢，我们通常用 F9 和弦。你看 F9，跟着呢 D minor 的时候呢，又可以用这个 D minor 9。好，这个4级和弦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用 B flat major 7。那5级和弦呢，我们可以用 C9 和弦。好，听一下。或者是用注释和弦。譬如在 C 和弦，我们也可以加一个挂留和弦。那么就可以回到这个 C9 和弦，这挂留和弦也是可以用。那么呢，或者呢，我们在中间呢可以加入一些过渡和弦，譬如A7 和弦 ，C minor 9 ，F7， 跟着 F minor 7 fret 5， 就是 B 半减7和弦，再回到 C9 和弦，是吧？那么呢，当我们用到这些251的和弦进行呢，加9音啊，或者加挂留和弦的时候呢，那么当我们台式弹奏1645的时候，只是加了一些音，
或者是加了某一些这个过渡和弦的时候呢，那听起来的效果呢也是完全的不一样，就是马上高级起来了。好，这是第3种的用法。那么第4种的用法呢，我们在弹奏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譬如在弹唱的时候，或者是在为别人伴奏的时候呢，那么其实呢，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这个节奏型，我们不可能只是一直的在用注释和弦，我们可以加半分解啊，或者是分解，或者是一些爬音，这样呢加在里面的话，那么就会让整个伴奏或者是弹唱的色彩也是变得非常的不一样，而且你的弹奏会变得更加的高级。比如 F 和弦，如果这样弹，那么就是注释和弦，但是如果我们是这样，是吧？它就是加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注释啊，还有这些爬音啊，还有这个半分解、分解的和弦，那听起来就会很不一样。这是第4种的小技巧。那么第5种的小技巧呢，就是在我们弹譬如简单的和弦里面，譬如1645啊这样的简单的和弦进行里面呢，右手呢，我们就可以上行的弹奏呢这个和弦呢的一个转位的和弦，譬如 F 和弦，那它的转位和弦，第1转位，第2转位。好，那么譬如 B 和弦，这个第1转位，这个是第2转位。好 ，C 和弦，这个是第1转位，这个是第2转位。那我们在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这样弹。是吧？当我们在弹这个转位和弦的时候呢，那么呢，其实就是在有一些后面的拍子上面呢，那我们在上行弹奏的时候呢，那么呢，整个色彩呢也会变得更加的不一样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会将这5种小技巧呢放在这个即兴弹奏里面呢，让大家可以看到如何让这种简单的和弦进行呢，通过这5种小技巧呢，会变得更加的高级起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还有弹奏，想学习更加多的即兴钢琴的知识的话，那千万不要犹豫，马上按下小铃铛和订阅我的频道，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像你们一样的钢琴爱好者，大家聚在一起学习，还有一起进步。如果你已经学习了今天的这个提升1645和弦进行的5种小技巧的话，还想学习更加多的小技巧，那么呢，就请点击我上面的这个视频，代理和弦的视频，一定会对你有帮助。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，就到这里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